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内海聪和真宫定夫合著的《只有医生才知道的真相》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为什么不应该摄入乳制品；第二，关于肉类、油、盐和水的话题。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为什么不应该摄入乳制品来开始解释。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乳制品中含有大量直接影响激素的物质。现如今，在许多畜牧业中，奶牛并没有像阿尔卑斯的海地中那样在自然环境中喂养，它们被注射了大量的激素、抗生素，甚至进行了基因改造。这些都使得乳制品的摄入对男性的前列腺以及女性的子宫和卵巢有直接的影响。这一点已经被科学证明。或许有些人会反驳说，欧美人一直都在喝牛奶，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然而，我们需要考虑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欧美人摄入乳制品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亚洲人，特别是日本人，在战后才开始大量引进乳制品。亚洲人对乳制品的适应性远不如欧美人。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现在乳制品随处可见，完全不摄入可能会有些困难，但我们不需要完全禁止您喜欢的食物，只是需要意识到乳制品对于亚洲人可能并不适合。我们不应该盲目接受从父母或老一辈那里听到的一些做法，因为认为过去一直这样做就一定正确的观念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本频道中，我们已经多次强调，首先应该质疑常识，判断其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更为正确的新观念。例如，作者真宫先生提到，日本人在昭和20年代前几乎不饮用牛奶，之后开始大量引进牛奶，是因为战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并推广了这一文化。癌症、过敏、湿疹、精神障碍、遗传疾病等这些问题在过去几乎不存在，但现在却出现大量的患者。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再比如，100年前几乎没有日本人患癌症，但现在每2个人中就有1个。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是第2部分关于肉类、油、盐和水的话题。首先是肉类，养殖的肉类存在着很大的风险。首先，大家要明确这一点：这些动物接受激素、抗生素和疫苗等注射，并被关在狭小的空间里饲养，这会给动物带来很大的压力，导致其营养价值下降。从医学角度看，也没有任何好处。日本古代的原住民，无论是绳文时代的人还是阿伊努人，都食用肉类和鱼类，这一点毋庸置疑。但需要明白的是，现今超市出售的肉类质量普遍较低，存在着许多潜在的危险。食物应当根据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及其行动范围内的资源来选择，因此吃肉或吃鱼本身并非问题，关键是要了解和选择高质量的食材。作者推荐食用放养动物的肉，因为其与古代人类食用的食物非常接近。在选择放养动物肉时，它们的化学毒素含量较低，但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放射性污染，因为放养动物也可能受到污染。食用放养动物肉时需要注意其来源。此外，我们还需要讨论一下烹饪方式，是应该烤熟还是生吃。生食能更容易吸收营养，且营养成分不易变性，但会有寄生虫和细菌的风险。然而，基本上保持自然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原住民社群中，也有时会使用火进行烹饪，但相对来说，生食更为常见。这是生物在食物链中的一种表现，因此重新审视生食可能是有益的。低温烹饪也是个好主意。日式饮食的优点之一是很少用高温烹饪，许多日式饮食的烹饪方法如煮或蒸都不会使温度过高，这有助于减少致癌物质的生成。重新审视低温烹饪和生食的重要性非常必要。接下来我们讨论油的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几乎所有超市销售的油都有潜在的风险，即使是橄榄油也不例外。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油品是大规模生产的，大公司通常会使用己烷等化学处理方法，
导致毒性物质的残留。当油品装在塑料瓶中时，这些毒素可能会进一步溶解。此外，许多油品是由转基因食品制成的。鉴于大多数超市油品存在着潜在的风险，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油呢？首先可以考虑把价格作为一个参考标准。通常来说，那些采用传统方法生产、装在玻璃瓶或防光瓶中，并且详细标明制作方法的油品价格会较高。许多人认为植物油对健康有益，但实际上它们对热敏感，很容易变质，而大家却常常在高温下使用它们，这会导致油品质量大幅下降。因此，大家要牢记的一点是，最好将植物油作为生食来使用。接下来，我们来看水和盐。首先是盐的问题。日本四面环海，一直以来都有生产优质海盐的传统。然而，如今推广了精制盐。事实上，如果使用天然晒干的古老盐，就不必过于担心盐的摄入量问题了，因为它们含有微量的矿物质，反而更建议适量食用。所以，大家绝对不要大量使用精制盐。水也是如此。如今，大家通常饮用自来水或桶装水，但过去人们喝的却是井水或泉水。那时的水里含有少量的优质矿物质。虽然这种变化无法逆转，但我们必须接受现实。虽然我们不得不使用自来水，但至少请安装一个净水器，从而过滤掉自来水中含有的氯、铅、铝等有害物质。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